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千計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。時時及時總求機警，未尋事實未定，邊局處境。是與非壓心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見機，最終他的痛悲。拼起，他跟那個做戲，落雨起，太避忌，花樣太多，偏歪曲結果，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，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全力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。怎么样？问到这是什么？死者的真名叫梅斯艾，53岁，是一位西洋占卜师。他的艺名叫艾斯美达。大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，死者的尸体是今天早上大厦管理员巡逻的时候发现的。初步怀疑死亡时间是昨晚深夜12点到1点之间。可是，在现场暂时还没有发现凶器。Madam， 帮我把相架捡起来看看。你没手啊？我找别人帮我。万化姐，是吗？行，没事了。那我知道杀人凶器是什么了。你别在这瞎蒙啊！于 Sir， 说来听听。红绿色的披肩，这照片上有，他现在没有。叫伙计们去附近的垃圾站找找，看有没有线索。Yes sir。死亡讯息，好说了，英文叫 dying message。照你这么说，杀人凶手就是何永琛了。当然了，要不然那个灵媒干嘛那么辛苦，临死之前要找块玻璃刻个琛字上去啊？有没有这么简单呢？简单复杂又怎么样？都不关你们的事。现在这件案已经交给重案组查了，我看你们就别白费心机了。那倒是，本来这个灵媒呢，可能是唯一知道关德文生死下落的人，现在连他都死了。是啊，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了，可以结案了。好，费萨。啊，那又未必，这一件仍然是属于 DIE 的案子。你是不是想邀功啊？抢人家的案来查？费 Sir， 灵媒的死可以说不关我们事，可是关德文这一件案是我们一直在跟的。既然灵媒可以找到关德文这一封遗嘱，那也就是说，灵媒跟关德文是有联系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也就是说，有理由相信灵媒之所以被杀，是由于凶手不想我们再追踪关德文当年失踪的真相。切，这也行。那李小龙的死也关我们事了，开个大案来查查好不好？是不是真的？是的话，我去负责。话可不是这么说，我觉得朗哥说的很对。我们身为警务人员，当然要有责任感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结案呢？朗哥好。费 Sir， 你是不是应该说句公道话呢？他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合规矩呢？真的要我说？不是你说我说啊，你是我们的头啊。是这样的 ，Madam， 你说的是有道理。不过于 Sir 他呢也说的没有错。那关德文那件案子呢，怎么说也是我们 DIE 开张以后的第一件案子嘛，怎么可以虎头蛇尾呢？是吧？麻烦你帮帮于 Sir 的忙，千万别跟重案组争证人、争证物，引起不必要的争论。常 Sir 是吧？有什么尽管问。我看报纸看见艾斯梅达死了，我也想到你们一定会来找我。我也循例问几句。关先生，不知道前天晚上深夜12点到1点这段时间，关先生你在哪儿？还有做过什么？前天晚上，啊，记得。前天晚上我在黄石看首映，那出《火焰雪山》，哎，你别说，那雪崩特别场面呢，做得很逼真呢，剧情又紧凑，结局又出人意表。大家明明看见男主角已经死了，忽然间又复活了。行，拍得好，好看。你一个人看呢？本来跟一个 model 女朋友一起去看的，谁知道她突然接了通告来不了，就自己一个人去看了。啊，对了，票我还没有扔呢，你要不要？要我叫人拿给你。那倒不用，
原来关先生喜欢看完电影的票留着不扔的。哎，习惯了，我一向都喜欢存这些东西的。喂，程子，你不是怀疑我吧？问你想想，我有什么动机杀那个灵媒呢？他帮我找了大哥那份遗嘱，那么多财产等着我，我谢他还来不及呢，是不是？自从老师帮忙找到关德文的遗嘱之后啊，这儿就客似云来了，15分钟就要见一个客人，一天要见几十个客人。那么多客人，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客人问老师拿6合彩号码不中了回来寻仇啊？你看看这张照片，这2个人有没有上来找过死者？应该没有。我请你想清楚一点，最近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过？就算真的有人因为中不了6合彩上来寻仇的话，有没有什么人曾经跟死者发生过任何争执？都说没有了。那Sir，如果你不相信呢，就拿这本登记簿去看看。半年来有什么客人来找过老师，全都写在里面了。还有啊，老师见客的时候是关上门的嘛，我怎么知道他跟人家有没有争执啊？你们警方有什么理由怀疑我当事人跟艾斯梅达的命案有关？这照片是什么意思？这张照片是我们警方在案发现场的地板上拍的。根据初步化验结果证实，这个琛字极有可能是死者在临死之前用玻璃碎片在地板上刮出来的。关太太，我们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你当天晚上的行踪。我想你律师应该很清楚，如果关太太可以提供一些实质的不在场证据，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也可以避免很多误会。对不起啊，陈督察，我真的不想说我当时在哪儿跟在做什么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跟灵梅的死是绝对没有关系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有人想嫁祸给我的当事人，请你们警方办事精明一些，多用用脑子。老兄啊，你断气了没有啊？喂，老兄啊，你都没叫我断气。哎呀，真被你气死了！差不多了，看看你写什么字。以无法为有法，以无限为有限。你不是吧？我用尽了力掐你的脖子，你还能写出截拳道的心法，字还写得那么好。我小的时候呢，已经学书法了。我念书的时候呢，还拿过奖呢。不是，我意思是说，我那么用力掐着你脖子，你都喘不过气来了，你怎么还能写出字来？我告诉你吧，其实呢，我会一点点归西大法的，10几分钟不呼吸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你早说啊，费我力气，那就证明不了什么了。其实你想证明点什么呢？我已经问过鉴证科的万化姐了，在凶案现场，他找到几块鱼缸的玻璃碎片，在碎片上面呢，又找到一些指纹，还有地板上的木屑，那就证明琛字呢是死者自己刮出来的。哎，光说你不明白了。这样，调个个儿，你做那个凶手，我做那死者。我做凶手？不是吧？我怕我会……行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为了破案，一点点苦楚我受得了的。来，换过来，来，快！真的要我来掐你啊？行啊，来，把笔给我。行不行啊？行，行，那来了。女子，你没事吧？老兄啊，我差点断气了。于子，我只用了2分力而已。问题你是武林高手啊，看看写了什么。哎，于子，你在写阿拉伯文啊？什么阿拉伯文呢？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？怎么一点都不像啊？这你都不明白？那就是说，一个正常人如果被人拼命掐着脖子，根本不可能这么清楚写出一个字来。你们两个在搞什么 ？Madam， 你相信我，刚才我跟于 Sir 只不过是案件重演，没其他的事。哦，为什么事啊？你刚才跟朗哥在里面干什么？正一，我认识你那么久了，我一定相信你。我是怕有的人呢，以案件重演为名，其实呢图谋不轨。朗哥，原来你是……如果全世界女人都像 Madam 你这么想事情呢，我真是不排除我要另谋出路了。喂，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费 Sir， 刚才我跟正义在房间里在做案件重演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呢，这个灵媒在临死的时候被人掐着脖子，根本不可能写出这个琛字来，所以我们怀疑，在现场发现那个琛字是凶手为了想转移我们的视线，
你这个说法，何永琛不是凶手了？我觉得不是啊，你不许那个何永琛特意留下一些线索指向自己，故布疑阵，让人家以为嫁祸给他的样子啊。你为了反驳而反驳，那我也没办法啊 ，Madam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杀人凶手是不是何永琛啊？哎，是不是都无所谓了？这件案都不关我们 DIE 事。话可不是这么说，本来呀，这件案就是我们 DIE 的。你看，现在已经传得街知巷闻了。如果我们破了案的话 ，DIE 就会出名了。我可不会像有的人那样，不管自己部门的利益，只想让自己的男朋友立功啊！我只想再说一次，我归我，程家俊归程家俊。我只是觉得，身为警务人员，应该照规矩办事。我就不信待在冷气房里埋头看那些八卦杂志就叫查案。那费 Sir， 你说句公道话了。我还是让于 Sir 慢慢向你们解释清楚好一点。于 Sir， 你没事吧？说着说着，怎么忽然间会睡着了？糟了，会不会是我刚才太用力，把他给弄伤了？我想可能是于 Sir 太热心查案，所以积劳成疾。我不管，我还没领这个奖呢！糟了，但我永远不行啊！叫救护车，叫救护车啊！要他行很容易，我给他2拳不就行了？走开！哇 ！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。朗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发生什么事问你自己啊！昨晚做贼呀？于 Sir， 是不是刚才我太用力把你弄伤了？实不相瞒，我这个是一个病啊。病？瞌睡病啊？这个病的名字叫做类似羊癫疯，又像瞌睡症候群。有这样的病也可以做警察吗？我已经尽量掌握这个病发的原因了，我以后可以控制得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啊，美人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查查电脑，在这件灵媒被杀案件里呢，牵涉到人物的英文名字里面有没有个一字 ？OK。谢谢。那何永琛的英文名字就叫 Elisa， 而他的律师李德广呢，就叫 Eamon。难道是他们2个？还用问吗？既然通灵感应看得见那么多一字，那个杀人凶手啊，不是何永琛，就一定是那个律师了。哎呀，有没有这么简单呢？可能一字有很多解释呢。有多复杂呀？你忘了上次我跟你去灵美 office 的时候，看见那个何永琛正在找他的麻烦。诶，对呀，现在想想，如果2个女人吵起架来，一时火大，杀了人也不稀奇哦。你们干嘛去找那个灵媒啊？哎呀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一直都躺在这儿。是这样的，其实呢，我带阿晴上去呢，是问问爱情运，你知道了，她不小了。喂，我有多大？不是跟你差不多？讨厌。你知道就好啦。问题是我婚都离了，你还没拍拖呢。撒姨，你不用说瞎话骗我。我说什么瞎话骗你了？根本就是你自己一心想再嫁，所以就找那个艾斯梅达算算自己的爱情运才是真的。哇，弟弟呀，你真是聪明，神探就是神探。是啊，随便你怎么说都行了。你们刚才说何永琛去找艾斯梅达的麻烦，这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啊？哦，不知道啊，我们去了呢，就看见何永琛呢从接见室走出来，跟着很生气的警告那个艾斯梅达说什么敬酒不喝，喝罚酒啊。可能是那个何永琛呐，看见那个艾斯梅达竟然找到她老公那份遗嘱，害得她一无所有，1毛钱都分不到，于是就恼羞成怒，杀人灭口。喂，你要搞多久啊？我们8点半赶着看歌剧的。很快了，嘿嘿，我搞清楚几个问题就行了，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。你别这么心急，这里去歌剧院很快嘛。你们那位于所查案很有个人风格。
喂，你搞什么鬼呀？让我再试一次，不会耽误你很久。在这装神弄鬼，把你送去青山啊！家俊啊，你别这么着急，听听于所怎么说。我反复试过好几次，凶手跟死者无论从这里纠缠到这里，这里再纠缠到那里，都不可能会撞碎那个金鱼缸。那又怎么样？其实我也留意到，案发当天别的人搬走灵梅的尸体的时候，尸体下面一点玻璃碎片都没有。啊，想不到程 Sir 的观察力也很强啊！那就是说，凶手杀完死者之后呢，再故意去打碎那个金鱼缸。照这么说，凶手的真正目标可能是鱼缸哦。那很大可能是鱼缸里面放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，那个凶手要打碎鱼缸才可以拿到里面的东西。有道理。艾瑞，叫见证那边再查一次灵梅被杀凶案现场找到的鱼缸玻璃碎片，看看除了玻璃碎片之外还有什么。想不到你反应还挺快啊！哼，当然了，你以为只有你会推理啊？坏在你反应太快了，会下错结论呢。嘿嘿嘿嘿嘿。受不了那个于子朗，想到一点点线索就当自己是专家。你那位于所呢是有点古怪，不过不可以否认有点小聪明。有多聪明啊？走狗屎运，瞎猫撞死耗子吗？哇，你什么学人家说话这么粗鲁啊？回来了。哎，姐，家俊哥，你们不是去看歌剧吗？哎，别提了，被那个家伙搞啊搞，搞得过了时间不想看了。没关系了，今天看不成就下次看了。来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佩佩，找到工作没有？没呢。哎，当然找不到了，每天瘫在家里，好像大懒蛇一样。什么？我找过的，不信你看看。不过不适合吗？嚯，你以为你是石油状元呢？拜托你了，女儿，脚踏实地吧，随便找一份，这个不是挺好？写字楼文员，从低做起吗？那你看，哇，大埔工业村呢？你去做吧，中环铜锣湾还差不多。佳娟，你说是不是？真是被他给气死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最怕入错行。找工作当然要选择一下了。佩佩，妈妈支持你。耶！是不是有京戏看呢？我也看啊。喂，躲开点，别挡着个电视。喂，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你选人，人选你，我怕你早晚高不成低不就。不行，我帮你找份工。看，喂，这份 OK 啊，旅行社请领队，包考领队证，可以试试。啊，做领队啊，老是要带那些姨妈姑爹到处去，不干。喂，佩佩啊，年轻人呢，最重要就是增广自己的见闻。做领队可以到处去，也可以认识新朋友，挺好的。听起来好像是哎，还可以免费去旅行呢。是啊。还是家俊哥知道我心意。什么？已经请人了？哎，白走了一趟。小姐，广告登了1个月了，下次你有意思找工作早一点。什么？请了就请了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我就报这个欧洲特级豪华团，1个人，下个月5号出发。厉小姐真有眼光，你这么早就来报名，我们给你一个优惠团费，一共是88888，不知道李小姐你想下定金呢，还是一次给呢？一次过全给了。喂 ，Daisy， 你好客气哎。邢佩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应征喽。谁像你呀，有这么多钱去旅行，还是88000的欧洲超级豪华团，真是羡慕死人了。哎呀，人一辈子总要豪气一次嘛。对呀，你老板刚刚死了，你不是失业了，你还有这么多钱去旅行啊？哎，有遣散费的嘛。哦，哎，这位是？啊，我姐姐，这个是我中学同学 Daisy。Hello， 嗨。啊，你老板不就是接你查那个艾斯梅达了？这么巧，小姐，麻烦你输入密码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带证件，还是下次吧，把卡还给我。邢贝贝，我赶时间走了。走得这么急啊？你一看见我就走，做尽心虚啊你！怎么这么巧啊？我等你很久了，你不是失业了吗？哪来那么多钱买名牌衣服？还报名欧洲豪华团？你不准我是公屋服务啊！我查清楚你的底了，你的财政状况根本就没那么好，刷爆了几张卡，欠了很多卡账。可是自从艾斯梅达死了之后，你突然间富贵了。我中6合彩行不行啊？行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向你说实话喽，快
点说，你的钱从哪儿来的？为什么我一定要说实话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不说，我会不客气。你不要乱来啊！我是警察，我不会乱来的。可是我这个朋友很火爆的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乱来。不要啊！是我一直贪钱收了那个律师的保密费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啊！对了，警民合作，香港才会繁荣安定嘛。关太太，我们已经从 Daisy 小姐的口供证实，你当天曾经跟死者发生过争执。究竟你当天为什么要去找死者？为什么要隐瞒我们警方？是，我的确是去找过艾斯梅达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他收了阿武的钱，他们两个串通，改我先生的遗嘱，我想给他点钱，说出真相。可是死者不肯就范，于是你就杀了他。我没有杀他。那天我们两个虽然谈不拢，可是他答应了我，会考虑一下。谁知道之后就死了。你口口声声说没杀死者，那为什么由始至终你都说不出在案发当晚你在哪儿，做过什么？实不相瞒，那天伊丽莎是跟我在一起。我先前之所以不想说出来，是要维护伊丽莎的名声。我给钱封住 Daisy 的嘴，也是为了这个原因。我不想伊丽莎成为报纸的头条，跟八卦周刊的封面。李律师，你应该知道你这么做是妨碍司法公正哦。程督察，如果你为了这件事告我的话，我也拿你没办法。不过有一样我要提醒你，在这件事里面只有 Daisy 一个证人，而且还是现金交易，上到法庭就会变成死无对证。到时候法官会怎么判，大家都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两位暂时不要离开香港，因为我们警方随时会请两位回去协助调查。啊，还要查？为什么你们警方办案不可以一次过问清楚呢？昨天问过了，今天又问同一个问题。现在香港警察人手是不是过剩了？你们现在没事干啊？你说昨天有伙计上来问你问题，程督察，原来你不知道吗？那位伙计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他姓于。什么？你说那个于子朗一早已经知道何永琛去过灵媒艾斯梅达的 office？ 是啊，他还找过何永琛问长问短呢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啊？他怎么知道这件事呢？就不是重点，重点呢是，既然他知道这件事，为什么不告诉你？哼，还用问？肯定想自己一个人邀功，所以把线索都藏起来。想不到这个人这么狡猾，害我之前帮他求你，让他去现场看看呢。总之，你的对手不容易对付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于子朗，这男厕，你搞什么呀你？我叫费里的，我真的会叫的。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卑鄙无耻，明明知道何永琛在林梅死之前上去过，还把线索藏起来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想偷偷的一个人破案，把所有功劳全揽在身上？你不顾一切冲进男厕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？是啊，你有什么解释？我承认我是查问过何永琛，可是我不是偷偷去的，我已经打了份报告给费 Sir， 我还叫美人影印一份给你们，你没收到吗？是吗？我昨天没上班，我怎么知道？其实也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我根本不觉得这是什么线索，我从来都没想过何永琛就是那凶手。我警告你，你以后啊，别指望一个人把功劳全揽上身。还有，以后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单独行动，有什么消息马上向我汇报。嘿嘿 ，Madam， 怎么突然之间你成了我上司了？啊，不过不要紧，如果以后我有新的发现或是有什么重要线索，我就马上向你汇报。那你满意了？算你聪明。喂 ，Madam， 我突然之间有个新发现，就是我本来想小便，被你吓一吓就想大便，你可不可以让一让路，让我做完了再说啊？拜托。哼。哇，这么一大摞是什么？你不是叫我找关德文失踪案那些资料吗？全部在这儿，一件都不漏啊！你自己慢慢看吧。美人姐，美人姐，你能不能说清楚，究竟哪摞是哪摞啊？法庭聆讯记录、警方调查记录，还有这件案的简报 ，OK？ 美人，美人，又有什么事啊？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要对我这么不客气？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你呢？ Madam， 如果你连什么时候、什么事得罪人都不知道的话呢，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喽。别以为中了金多宝啊，就臭美。
哇，这么多资料啊！不，这都是我的，我看完才到你看。对啊，你看了我就不用看了，我们要分工合作嘛。费斯尔，我有事要出去一下。OK，see you later。伊瑟尔，我不是知道很多事，有什么你尽管问吧。当年警方是凭着一个电话追踪到绑匪藏身的地点的，大概吧。可是很怪啊，为什么绑匪会用自己的手提电话打给你大嫂，向她要赎金呢？他不知道警方会追踪到吗？如果每个绑匪都像伊瑟尔你这么聪明，就不叫笨贼了。那倒是啊。不过呢，绑匪最后没拿赎金就跑了，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呢？伊瑟尔，你也算是个问题警探啊，这么多问题你不明白，所以才特地上来问你嘛。那些绑匪没收到赎金，为什么要撕票呢？好，就当他真的撕票，有什么理由把尸体也搬走呢？是不是？其实当年你们是给了赎金，瞒着警方不说，是不是？如果当年我们有钱呢，我大哥就不会弄成这样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是说，如果我们有钱给赎金，那我大哥就不会被人撕票了。我老实跟你说吧，当年我们 MN1呢财政出现了问题，周转不灵。我那位大嫂呢，她一下子筹不到那么大笔钱，迫于无奈才报警的。哦，那就是说绑匪知道你大嫂没钱给赎金，只要不让你们找到尸体，那就可以继续勒索你们。也许吧。我的文件放在哪儿呢？一会儿还要赶着开会呢。你赶着开会，我不妨碍你，我先走了。那不送了，拜拜。关先生，什么事？你是不是换了副眼镜啊？上次在降临大会，我看见你的眼镜不是这一副啊。这你都看得出来？那我告诉你吧，我这个人呢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呢追潮流。来，过来过来，你看，我一抽屉都是这眼镜。果然有品味啊，每一副都是名牌眼镜，还收藏了那么多。不烦你了，走了。慢走啊。哦 ，Madam， 审得出来了吗？你怎么会上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，你查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总之呢，你别指望把那些线索再藏起来。还有啊，刚才关德武跟你说过什么？一五一十地向我汇报。Madam， 你肯跟我一起查案，我不知道多高兴呢。虚伪。我在网上查过了 ，MN1 这一间公司这么多年来呢，一直都是用 J&J 所出的纸品，推断他们的价格是市面上最便宜的。而朗哥你提到的那款小丑标志呢，就是 J&J 1年前采用的新标志。1年前，那就是说有这一款新的小丑标志信纸是1年前才开始采用的。我去鉴证科了解过，根据电脑上面关德文遗嘱上面的确有同一款的小丑标志。可是关德文在3年前失踪，而他的遗嘱上有这个标志，那不就是说这张遗嘱是假的喽？那倒未必。怎么未必啊？你忘了笔迹专家已经肯定了，那一封遗嘱是关德文亲手写的吗？那笔迹专家也可以错的吗？哎呀，你们说会不会是关德文冤魂不散，想找替身替他写遗嘱啊？不好意思 ，sorry， 是我的手机响。费 Sir， 拜托你快点换了你的电话铃声，有的人受不了惊吓的。知道了。看来对于关德文这个案子，我们要完全推翻之前的假设，要从零开始。不知道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假设艾斯梅达找到那一封遗嘱，的确是关德文1年前写的。怎么可能啊？法庭已经判了3年前，关德文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死亡了。可是尸体还没找到嘛。假如关德文真是没死的话，我们现在所有面对不合理的东西都会变成合理了。别乱改。你忘了为什么当年法庭会判关德文死亡？因为当天警方在藏身地点的食物里面发现大量属于关德文的血液，
而且分量还足足超过一个人体内的2/3。照皮埃说，一个人一次过流那么多血，必死无疑。我去拿药油。这一点的确是让我有一点点头痛。如果被我破解到这一点呢？不用你破解的这么辛苦了。照我说，这遗嘱根本就是伪造的。只要伪造的水准够高，专家都被他骗过去了。这个才是让所有不合理的地方变成合情合理的唯一解释。可是，哎，其实你们俩都说的很有道理，大家冷静一点，慢慢研究。啊，对了，正义，我看见你刚才看了很多的资料，哎，你有什么发现呢？我已经看过所有 Madam 给我的档案了，不过我发现有几个要特别注意的。第一，关德文在失踪之前，原来 MN1已经陷入财政危机，而最奇怪的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为自己买了一份巨额的保险。第二，关德文失踪了还不到1年，何永琛就以申请保险金为理由，向法庭申请宣判关德文死亡。正常来说呢，如果一天没看见自己亲人的尸体，又怎么会接受这个事实呢？可是何永琛就刚刚相反，好像很着急要拿到这笔保险金。那就是说，现在的重点就是关德文先生生前买的那笔巨额保险金。看来我们越来越接近事实。好，正义分析的合情合理，而且还有客观事实支持，不像有的人只是靠猜。好，正义真好，好过有的人站着茅房不拉屎。你都帮他做了，果然有情有义。哼！哎，正义，你做得好啊！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查下去，也许会找到新的线索，也不一定。不错，我应该借着这个机会，发挥李小龙先生不死的精神，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我们 DIE 并不是警队病夫。姑妈，别玩了！打得好，正义！哇好，姑妈你搞什么？在家都穿一身轻装。我这次是演吕四娘，戏份比以前多就不说了，还多了2句对白呢。哎呀，最开心的呢，就是可以跟华仔同场演出啊！你要不要我找华仔拿2张签名照片给你？不用了，你知道我的偶像一代宗师李小龙先生吗？你知道就好了。哼，哇，干什么？怎么这么多文件？哦，没有，答应了费 Sir， 看完这里所有的资料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。正义呀，你卖力是好，可是啊，你也要留一点时间留给自己。你知道啦，我们张家的香火呢，全指望你了。姑妈，婚姻大事随缘吧，不能心急。随缘，不是比中6合彩还难？这个是我侄子，叫张正义，今年呢就31岁，他是个警察。是个警察？这么巧，我弟弟也是警察。是吗？不知道你的侄子找结婚对象有什么要求呢？有什么要求？除了会生孩子之外，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好像小姐你这么漂亮、心地这么好的女孩子，就太好了。张小姐，我们一定会尽快帮你的侄子找到合适的对象，安排相亲。要尽快啊！没问题，我们一线牵一定可以帮你的。Madam， 你倒蛮有耐性的，我去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啊。你别想甩掉我。我去找一楼一凤，你也跟着我啊？你现在吓我啊？你试试好了，别说我不警告你啊！我到时候一定抓着你五花大绑、游街示众的，再在你的脑门上用那种洗不掉的红漆写上“淫虫”2个字啊！哇，你真是很恶毒啊！不过我是来公园看看老人家下棋。下棋？喂！姜，我吃，再姜。喂，要看多久啊？不知道等人家下完为止。你肚子饿去对面茶餐厅买外卖，不过顺便帮我也买一份好了。想调虎离山呢？姜，
你还有的救吗？厉害啊！这样也能将死我？哇，这么晚了，我还要买6合彩呢。我先走了。走，下完了，下完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福伯，跟我下一盘。好。还下。我红色啊，你红色，你红色。将军。哇，福伯，你的棋艺真是了不起啊！进可攻，退可守，真是一般乌村的老伯都不是你对手啊。这还用说？以前我帮关先生打工的时候，他经常叫我陪他的大客户下棋。关先生还说啊，没事叫我过几招给他，叫神仙指路。不过真是想不到，关先生就这样走了。关先生，难道？听福伯这么说，你以前的老板人还不错啊。算是挺好的。人呢，的确是有点小气，可是对我算是不错了，起码算是个好老板。不过他很疼他老婆的。疼老婆？是啊。他们2个不是感情不好吗？哎呀，当然不是了，他们夫妻俩不知道多恩爱。关太太做生意那方面呢，很帮得上关先生手的。那他弟弟呢？听说关先生的弟弟也 OK 的啊。哼，那个大少爷就知道伸手向关先生要钱，因为始终是一场兄弟。关先生呢，就硬安插他在公司挂个名，做个所谓的董事嘛。为什么后来关先生又生意失败呢？听说那个时候关先生不小心进了一批次货，一直都卖不出去，公司的资金就周转不灵了。两夫妻为了挽救公司，就日夜的奔波。那个时候我看到关先生真是挨得脸色都白了，隔几天就打补针吃补药来补身体。我以为他挨得过去嘛，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竟然被人绑架。关先生就这样没了。哦，棒，摩卡，那个巧克力味儿浓郁的，哇，棒！你慢慢吃，别噎着。你有的时候要跟人家联络一下感情，发生一下关系，是那种友谊关系啊。那关系打好了，人家自然什么都告诉你了。这，说你就天下无敌，你又探到什么线索这么得意啊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那个关德文跟他老婆一直那么恩爱，怎么会不知道哪根筋错了，去改那份遗嘱，把整副家产给了一个这么不长进的弟弟呢？很奇怪吗？你不许人家两夫妻在别人面前装恩爱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啦。你不是吧？你不知道女人善变吗？女人可以说善变，可是改遗嘱那个是男人。那你有什么结论？哼，如果我没猜错呢，关德文当年是装死，他串通他老婆，目的就是要骗保险金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关德文知道了他老婆跟李德广有路之后，就很生气，所以串通弟弟关德武，再串通那个灵媒一起把那张什么遗嘱翻出来。跟我一听之后，智慧全跑出来了。我说你想象力丰富才对，我说过不止一次了，你一天解释不出为什么关德文血流的那样都不死，你的故事啊说的再怎么样天花乱坠，也是空口说白话。走了。喂，人家还没吃完。一路走一路吃。喂。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捐血救人是好事啊。我不是介意来捐血，不过我不服气被人硬抓来上吊。护士，其实每个人最多一次可以捐多少血啊？那就要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了。通常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呢，最多能捐400毫升呢。护士，一个人最快隔多久才可以再捐一次血呢？男人呢，每隔3个月就可以捐一次血了。不过女人呢，就要隔4个月，要不然身体就负荷不了。于是你跟 Madam 真是没话说，查案呢都还记得去捐血，这么热心公益，简直是我们香港警察的典范。我不好意思才对，办公时间里跑了去捐血。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于 Sir， 你下次捐血呢，记得叫我一起去。是啊，朗哥，干嘛一起捐血那么开心，不叫人家一起去啊？哎，对了，下次2个一起去捐个够喽。美人啊，你可不可以上网帮我查一查，一个人抽出来的血最久可以存多长时间呢 ？OK。喂，没事垫一垫，做事很方便，这方面我们真的要练习一下了。朗哥，我查到了，
那原来人体抽出来的血液有个保鲜期的，马上储存在摄氏2至6度低温里面呢，也只可以保存35天而已。过了期的血呢，就会变质啦。那就是说，关德文就算用1年多2年时间存够那么多的血，最终都会被人验出来那些血是过了期的了。切，还以为你有什么惊人线索，屁都没有。不过也好，捐了血也算帮人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经常被人挖苦的太多了。那个护士说我的血压太高，所以我没有捐呢。什么？哎呀，哇，姐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思考的时候你别拍我嘛。哎呀，看你的样子呢，就知道你想不出来了。来，先吃一碗红豆沙，让你的脑子呢补充一点糖分，然后才再想。红豆沙摆2天都会坏了，更何况是血。喂，你干嘛吃掉撒姨那份呢？不是你的。不要紧啦，给他吃，我不吃了。喂，不是吧？你最喜欢吃红豆沙的，撒姨。No 啦，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了。你们没有发觉我有什么改变吗？你想我说你老了还是皱了？臭小子，没大没小的，撒姨你都损呐！我发现我这个星期减了1磅啊！你减那么1磅就这么兴奋的？看你这副德行，起码减10来20磅，你这样减下去得减9年。别吃，还给我。撒姨呀，给你吃。你减归减，拜托你当心减出病来。不会的，我跟着营养师餐单吃，好健康的。1个星期减1磅吗？那有多危险呐？他说啊，1个星期呢减一点，积少成多，终于有一天我会好正点的。积少成多。照你这么说，又的确不是不可能。真的，我们去红十字会捐血，由于一次过在人体抽取3到400毫升的血液，所以我们要隔3到4个月才可以再决定。如果一个人每天只是抽取少量的血液，比如说100毫升左右，他的确很有可能在1个月之内存够2到3000毫升的血。可是天天这样抽法，受不受得了啊？当然应该会虚弱一点，出现贫血、脸色苍白。不过只要定时打一点补血针，吃一点补品补一补，绝对不会死人的。其实，在很多很穷困的地区，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方法卖血赚钱。天有千個荒誕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歷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是與非發生，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見機，最終他的痛。